大家好，我是奥波，我今天要开箱设计师的家兼工作室。对，为什么要来开箱呢？因为有在 follow 我 IG 应该知道我的新家工作室就是快要交屋了。我朋友是设计师，他就跟我说我新家跟他这个地方的格局很像。现在小宅很多都是川字形的格局，所以呢，我今天就来这边体验一个晚上，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装潢灵感，然后也可以来这边看一些建材。因为我朋友这边呢，除了是家以外，他也是工作室，就是他会有业主来这边，他有做了很多不同的设计，还有很多的建材可以展示给我看。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开箱吧。这间房子呢，刚装潢完没有多久，然后它的室内坪数大概是16坪左右。那格局的话是川字形的。2个厕所，2间房间，一个客厅跟一个开放式厨房，还有一个工作阳台。整个的装潢呢，大概是100到120万，含软装。我的好姐妹是一个资深的设计师，装潢后她找我来她的工作室住一晚，里面设计了很多关卡，有好用的，也有看似不错但却不实用的设计。这次请我用最挑剔的方式，认真的体验，我觉得太好玩了，决定开箱给你们看。除了把好的点子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助你们在装潢的时候避雷。那就接着看这个特别的体验小宅吧。先从玄关开始。我朋友说呢，这个一定要特别讲，因为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一个弱电箱。那有些人是用画档，然后有些人是用柜子嘛。但是因为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做柜子了，所以他们这边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它是用磁铁，就磁铁可以去吸住这个电箱，是还蛮特别的设计。可是我觉得有点不太高明，因为它有时候会错位。这样有用好吗？有。你是录影还是在拍照？录影。好，然后这个就是它的电箱小巧思。那再我们看鞋柜，这里呢就是一个鞋柜区，然后这边上面大概可以放1、2、3、4、5，就是5层，然后它里面还蛮深的，大概是深度50。然后它这个呢，全部都是那种活动式的系统柜。但是以我家的使用经验，就是你搬家进去只会移动那一次，就再也不会再移了，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装潢，很多人都会做，就是扫地机器人的家。那像是比如说扫地机啊，或是一些吸尘器，颜色其实跟家里的装潢不搭。我也是觉得有这样子还蛮好的，就是它自己独立的，然后藏起来，也不会影响它的进出。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奇葩的。我这个角度这样看，根本不知道那个洞在哪。你就要这样子，在这，然后再这样打开，然后这边也是鞋柜。你不觉得应该要从这边开吗？你为什么会坐这边？为什么？不好说。左撇子哦。对，左撇。好，我如果来建议的话，我这边会放吸尘器，因为像我的Dyson就很长，我觉得应该可以放在这。然后如果鞋子不是很多的话，其实这也很够用。我朋友说，他的很多业主都会要求要有穿鞋椅，但其实这个区域就很小嘛，你门一打开已经没什么空间了。那他是建议说有一个活动式的椅凳，那你就在这边穿。这个还是要放回去。但是我不会在这边穿哦，我会把鞋子丢出去，因为这样很脏。这个很稳呢，我现在很用力的试试看，很不错哎，而且它造型很可爱。这就是它的门档。觉得呢，每一个家，不管是小宅或大宅，就是电视墙的收纳超重要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能有线。你看它这个线藏得很好，虽然呢这边是没有做一个像我有木工做一个电视板。但是呢，我朋友说，如果你有收纳需求的话，你可以先跟设计师讲好，他们就可以在装潢的时候先把这边凿一个洞。他们这一次没有做电视墙，在装潢的时候就已经在后面凿一条沟，然后这条沟呢就直接通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它底下就可以放一些 switch 啊，或是一些机上盒等等的，就是藏在这边，然后也不会有线，我觉得这还蛮好的。刚刚有讲到我朋友设计师嘛，他要展示给客户看，所以呢，连这个地方都有3种哦。这是第一种，是上掀式的。那为什么没有做下拉的？就是因为你这样打开这边会有一块板子，那节省空间的话，这样子是比较聪明的做法。然后再来旁边这个就是一般的抽屉。那为什么这边要一个洞？就因为系统柜其实也没有办法做弧形的门片，那做的因为有一些家庭可能是有小孩的，可以防撞这样。哦，所以是防止小孩去撞到，然后加上系统柜本身板材的限制是没有办法做弧形的。然后小宅嘛，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电视的人就可以转过去看。我家都没有拉出来，就是你知道再也没有再拉过。你这是不是要修饰？意见很多。我发现你好像也属于没有边机派的，是不是？就是没有茶几。我觉得移动式茶几很方便因为你有时候可以放这，然后呢想快卡的时候你就放这。这个客厅的长度大概是290公分。它最近设计很多川字型的小宅，其实这个面宽大概就是290到300，所以这是属于比较大众款的面宽。然后这边的话呢，用55寸的电视，我本来以为会很小，可是我现在这样看，其实你也不觉得小。65寸会让整个电视墙的空间很像比较压迫，所以我觉得55寸现在看起来好像 OK。我本来想要用65寸，我现在觉得55寸可以。你这沙发在哪里买的？淘宝。这几公分？200。其实很爽而且我觉得这边应该可以坐3个人，1个、2个、3个。我觉得一个家的沙发好像至少还是要180对不对？这样躺起来比较舒服。刚一进来我就说，为什么你家的门全部都是白色、粉色的？然后他说这是建商附的门我想说怎么可能建商附这么好看门？原来他是用耐磨漆去用滚轮的方式把这个门全部涂色。朋友跟我讲说，如果是烤漆的话，价格会比较高，加上烤漆有一点，我之前本来也想要选烤漆的门，可是它就是摸久了，常常会有你那个手印。然后或是烤漆，如果家里有小孩很不耐撞，一撞就是会凹掉。补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整扇拿下来重新补。但是如果是这种耐磨漆的话，它是很耐脏的。我朋友说它就是很抗脏污。那如果你要补的话，就再滚一次，但是会有色差，是不是？OK。家里不想要再另外用木工做门，至少一扇都要2万多吧。我之前一扇是大概2万多，那你就可以用这种特殊漆的方式去做，我觉得也是蛮省钱的。要往上吗？往上。对，因为我们有猫咪。这个门呢，5金是他们避免，因为工作室有养猫，或是说有小孩的话，很容易把这门打开。那这样子往上的话，猫咪就不会打得开。好，那我们就进去看这个房间咯。你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面板但是我觉得它好像实际看没有那么好而且我觉得没有很好按。这可以感受得到它不滑顺这件事情。就是客户会体验之后就说还是用 Panasonic， 他让人家知道说这有多烂。不要这么说。对对对。这间房间是次卧，放得下1张标准的双人床，然后这边是衣柜。那我朋友是设计师嘛，要展示给他客户看，所以什么样的衣柜都有。有一种呢是这种，上面是吊衣服，然后下面是空的；还有一种是这一种，下面是抽屉的。那我家呢，就是下面是抽屉的。我现在觉得非常难用，我新家我绝对不要再做抽屉，就是太有局限性了。你只能把东西都放到抽屉里面。如果说你有时候买的衣服其实很少是折的，那这个就很浪费。加上它的5金件其实很贵，所以呢，如果预算有限的话，我是觉得这样子的配置比较好。我朋友自己也建议这样，你自己去买一些抽屉。
那可以替换。如果你现在，比如说像他小孩的衣服可以放里面，小孩长大没有这么多衣服，你这个柜子其实你就可以弹性使用。然后他长大的衣服会更多呢。更多吗？叫他自己去买一个房子吧。再来看到这里的书桌，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这种这么深的，因为里面的东西很难拿。我朋友说有业主呢是做那种很像厨房电器柜那样子偷盘式的，这样可以拿里面的。你喜欢吗？它是有一点深啊，就是给业主体验，他就跟你说不要这样。因为现在很多柜子是搭配它旁边的衣柜。哦，这边全部都是系统柜做的，对不对？这个呢也是系统柜做出来的，然后它是实心的吗？系统版。系统版才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可以选择好清洁的那个面，像这边我觉得它这个蛮贴心的，就是眼镜啊，或是说放我的手机，它其实都是可以放的，就是不会说你手机要放很远，然后闹钟响了还要起来。就是面宽其实不够，像这种小房间，其实面宽就不太够。那如果说你要做床头旁边的柜子啊等等的，可能有一些空间不是这么好用，所以呢，他们也会建议业主是做这样子的板子，可以放手机啊，或者是一些小东西，眼药水、眼镜等等的。然后它这个走道其实有留到45，是吧？我觉得川字型的房间好像都还蛮宽的。这样其实算窄啦，但是我们可以让客户体验说，45公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感觉。45公分就是一个人可以很舒服走过去的走道，旁边可能30公分，就人要有点扭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也蛮可爱的，是淘宝买的吗？对啊，就很会掏有一些东西也是质感蛮好的，蛮好的。之前我在开箱我家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问说风琴帘会不会不好顾，其实我是真的觉得不会，我用4年它也没有发霉，然后也没有灰尘，就是一切都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它最好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上面透光或者是下面透光，就是两边这样。我新家应该还是会用风琴帘，然后它这个是半遮光的，对吧？小宅就很多人会用掀床，哇，等一下这很重怎么办？这我掀不起来，看，好重来，这个掀床，哦，它有缓冲，所以其实蛮好掀的。这可以放什么啊？就是一些过季的床、床垫、棉被之类的，就是小宅必备啦。这个要怎么关？压上去，你要等人爬上去。好，再来就是小宅川字型的，通常厨房都是开放式的，因为空间不够大嘛，所以你要结合备餐台、餐桌，还有电器柜，很多人就是会做中岛，设计师他们也是比较推荐这样做。那这边就是没有做到满，因为呢，他说如果你家里有很多客人的时候，你也可以把椅子放过来，就是可以多坐一点人。那像他们当成工作室的话，也可以开会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开会的闺蜜机电视，它本人其实质感蛮好的而且很好推。为什么要做这个镜子啊？比较有延伸的感觉啊。小宅就是要让它有延伸感。这样东西很乱，你看全部都反射了。好，然后再来看到它的电器柜。这个是建商原本附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抽拉盘。那我自己家里也是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要正常真的有在煮饭的人来说，其实这个有点不太够用。但我们没有在煮饭。好，你们没有在煮饭，那我就不能这样用。单煮泡面。那我这个就没有参考价值。可是我觉得它这边很可爱的是，它就是有一个凹洞，所以呢，它这边是可以做那种像 IKEA 的那个推车，你就可以把它这样推进来，然后你上面可以放一些备料的东西，就可以拉着走。再来就是厨房，这个是建商附的厨房。刚刚跟我朋友闲聊就有聊到，因为我家现在是自己买那种磁吸式的刀具组，
他说有一种材质是新的，叫做珐琅板，本身就有磁吸功能，然后有很多颜色。这个现在这边没有用，但我新家有可能会用，我再开箱给大家看。为什么你这边都要做镜子？就反射的效果。这个就是一般家底在煮饭的话是不实用的，大家不要用镜子。我发现这上面有一个柜子，这可以开吗？可以啊。可是正常的人会用这种柜子吗？会啊，小宅就很好用啊。就放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是可以这样架吗？对，我们很贴心，还做了一个架。我觉得很可怕好，这到底要放什么啦？而且要走到这上面才能放，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它可以收纳一些就是你不会常常拿的东西。哦，就是多做一点收纳，业主会很高兴。对 ，OK。你可以放一些过季的那种棉被。等一下，我想讲话。你这不是应该要往后做那个吗？推进去比较好用，比这个卡住的好用吧？卡住，推进去。就像你那电视那样，它把它可是你推进去的话，你人不够高，其实蛮危险的。我现在也不够高啊，我现在不危险吗？可是你这样子推进去，好像会你的身体要往后仰。哦，那我这样不危险吗？我脸会被砸到。好，白脑子就对了。对，好。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灯。我朋友说他们是从淘宝买的，然后它是吊灯，但它同时也是轨道灯。就像这个，它其实是轨道的设计。然后呢，你在这个上面都可以插。然后也可以放在这，就可以变换那个位置，就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它也是轨道的。就是它是有一些特殊的颜色不一样，你看它会亮红灯，就意义不明，只是要展示给业主看。然后这个也是都可以拆的。然后这边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平常有拍摄需求，或是你灯光想要打在哪，有这种轨道灯其实还蛮方便的。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合适的啦，现在的建材真的厉害。大家说很好看的木百叶，但是设计师也知道，就是常常要用鸡毛掸子去掸一下，不然上面都会有灰尘。如果我要把它拉开，我就这样拉它，是要拉多久？他说这是要给业主来看，这其实不实用，然后叫业主放弃。这个不电动会生气耶。会生气，这到底要弄多久？对啊，山川壮丽。木百叶厂商会不会杀人？不要在厨房旁边的话，这个就是一般挡窗户还 OK 啦。但在厨房旁边，你要煮饭，你就是一定要把它拉起来。那如果不装木百叶，你们会建议装什么？蜂巢帘吧，它可以就是中间一段，下面一段嘛。不要有油烟的时候就把它往上拉。你自己就喜欢蜂巢帘吧？对。我们来看主卧。主卧你就没有换那个面板我觉得 Panasonic 真的比较好用，而且其实这个不丑啊。要展示给客户看。主卧好漂亮哦！我今天想睡主卧。它这个是涂料墙，对不对？有点像是乐土的感觉，但它摸起来好滑哦。像我家的乐土摸起来会有一点干干的，但是感觉好像水分很够。因为这是壁纸。这床板也很漂亮是淘宝的吗？淘宝的。而且真的很贴心还在那边放冷气遥控器。但是你知道现在可以声控吗？我家就是用声控的，根本不用这个。我觉得它这个很厉害的做法就是，刚刚一看觉得这个窗户看起来很大，所以整个房间看起来很开阔。但其实它的窗户就只有一半，所以说你们是故意这样吗？做满版，所以感觉整个房间很大，也可以这样说，是吧？还是我自己又过度解读？这样子打灯，它其实有一点修饰梁的效果，灯光这样打下来，效果蛮好的，很舒服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学起来这样做。快来找我们吧！不用，我直接找你就好。这间是什么？更衣室吗？
这个是雾面的，然后这是敞篷玻璃。我家是小冰珠，比较细，然后这个比较粗。对，看个人喜好。那这样看得到我在换衣服吗？我要脱了哦。所以这是一个更衣间的概念。其实还蛮大的但是它这个就是全部都没有门片，这是 IKEA 的吗？对。好用吗？而且它可以调整你要的高度。这个是可以自己在家里订的吧？可以。然后这上面放行李箱。小心，小心，慢慢。大概刷漆的漆痕就是长这样。对，它让你知道。我们还故意照灯让你看，因为灯就是会现出来这样。哦，漆的吗？漆的。你有发现这颜色跟外？这是原本建商做的门颜色，也太丑了吧！建商都是这种。我家的比这个浅一点，但是我也觉得不好看。所以这个刚烤完漆，就是涂那个特殊漆，就可以变外面那个门。好，可以打开。我觉得现在厕所都做好大哦。这个是你们自己买的吗？对啊，你不需要再买那种烘干型的挂衣机，因为它这个直接上面就对着那个吹风口，很聪明哎。这个是放衣服的吗？对，建商。那如果建商没有附这个，你衣服现在都放在哪？马桶上。哦，这是自己买的延伸器。对，我们自己煮。我们可以就是让那个龙头可以转，你比较好清理它的台面啊。青浦这边真的水垢超多的，我家也是，全部都是水垢。你这里为什么那么干净啊？你仔细看看，我们有贴。我看到了，哦，所以这是有镀膜是不是？对。我真的有用吗？我冲冲看哦。这没有业配哦，我只是想试试看。我看不出哪里有差这差别在哪？差别在哪？我知道啦，这个水流掉流很快，但是这个没那么快。可是它两个都流完，都还是有水，只是这边可能会比较好刮干净。那我刮刮看，有吗？这没有的还比较好刮怎样？你没有写错吧？没有啊，这个没有的比较好刮这有的根本就还有水啊。对，这就可以让业主自己去体会咯。这个镀膜很贵吗？应该还好。你觉得哪一个好？哪一个好？嗨，我今天要住在我朋友家，带了这个卸妆膏，很好用。你在用的时候呢，就是要保持双手干燥，然后大概是用这样子的量。像我今天的妆其实也没有很浓，就是有睫毛膏这样，就是直接涂在脸上，边涂边按摩。看，其实已经融很多出来了，都黑黑的。它的味道就是淡淡的玫瑰味，而且呢，我觉得还蛮温和的。像我眼睛这样张开，其实是张得开的，都不会刺痛。你看我眼睛都没有红。会拿我的卸妆布沾一点水，它碰到水的话就是会乳化，就已经超干净的了。而且最难卸的那个内眼线也卸超级干净。它就是那种精油的成分，同时有保养的感觉，所以洗完脸不会干干的。好，卸完了。我去洗澡了。现在新成屋好像建商都会附地板嘛，因为法规这边铺了2个不一样的，这个是一般建商很常附的那种石塑地板，然后里面是他们用 Pergo 的超耐磨木地板，然后我自己家里现在就是 Pergo 的地板，我觉得这2个踩久了还是有差这个石塑的真的是比较硬。但是它就是可以完全防水。Pergo 的话就是超耐磨的木地板，我觉得它踩起来比较舒服。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遇到有水打翻东西，你可能就是2-3个小时内一定要清掉，不然就很容易有污渍。然后像我邻居之前他的狗尿尿，就上面就有那个印子，所以就是各有
优缺点。那如果说家里有小孩啊或者宠物的话，可能还是建议这种，对不对？石塑地板，但是它真的走久我就觉得偏硬就是走起来脚感没那么好，就大家参考。但是我觉得花纹现在已经都做的还蛮像真的木地板了，觉得大家要自己要走走看才会知道喜欢什么。超慢跑，180，快点帮我打。这一次开箱新家就到这边结束。我已经有在 IG 上面收集一些大家想问设计师的问题，这边就请我朋友帮我们解答一下。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问的，设计师最怕遇到哪种业主？我觉得没有做功课的业主，还有功课做太多的，这个倒好，犹豫不决的。后期的时候，他突然间他有很多的需求突然跑出来，我们可能在施作的当下就会有一些误会产生，或者是他可能就得要追加预算去做，那通常业主都没办法接受，然后或者是在初期的犹豫不决这件事情就是浪费时间。对，因为然后他们又很赶。好，所以我知道了，反正就是怕没有做功课的，预算不定清楚，然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跟不懂取舍的，是不是这种可怕？好像各行各业都这样，不止设计师。那为什么我一直要帮设计师讲话？我明明就是业主。设计师会希望业主可以先做好什么准备，再找设计师。等一下我想一下，先多看一点我的影片，我的第一季很有用对啊，自己说影片就好啦。网络大家那么多人在拍，其实做一些功课也好，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还是预算，预算真的超多人问说，如果是新成屋的话，要怎么抓预算？就是一坪大概抓多少？我们现在像我们公司目前新成屋是抓到一坪10万块这样。一坪10万的话是可以包含天花板、地板吗？对，就不含软装。对，那地板现在其实很多建商都是有附的。那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在一坪再扣掉多少钱？我觉得也没有多少啦。就是如果说是10万，像你这个家室内16坪的话，就要160但你其实没有做到160。对啊，就是，所以你取舍了什么？柜子，就是其实柜子的部分其实是可以用现成的去替代。我们用施工做的系统柜或是木工做的，我们觉得如果你有预算上的考量，就是可以做一些天花板的部分或者是地板就可以这样。你可以回答这一题。如果说你只要全屋以省钱软装为主的话，有哪一些是一定要做的硬装潢？天花板，因为天花板其实现在新成屋会有很多的管线、管路，然后还有空调的冷媒管。那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去做包覆这样。其他如果假设你刚好卧室的地方是没有的，那就可以省下这笔天花板的预算这样。天花板是用坪数计算的对，我们都是用坪数去计一坪单坪是多少钱这样子。对，那天花板就是一定是木工，对不对？也是有人用轻钢架，但大部分在住家方面，我们都是用木工。木工跟系统柜，你们会怎么建议？木工它比较可以对于你现况去做量身定做，那加上有一些曲线多样化的造型的话，那你们有那样的预算，或者是你有这样的需求，就可以选择用木工。系统柜它在现场施作的粉尘没那么多，那它是用组装的方式去呈现，那你想要它的多样性其实会比木工还要少。那这也是看自己的取舍这样子。但是现在系统柜的板材其实选择还蛮多的，我看那个颜色很多。我觉得系统柜它还蛮耐的，而且像木工的话，你做一些贴皮的话，还是它需要做第二次的，就是保护期。所以其实价钱会差不多，对不对？其实现在都差不多。所以如果我要省钱，我也不一定用系统柜比较省钱。对，个人是这样想。真的。如果我想要自己统包好了，那我就没有设计图，对不对？那像我自己的家里的灯要怎么规划？你比较建议？像有的人他可能在客厅跟卧室的部分，他会用黄光，我们目前都大概3000K 这样。比如说书房，我们就可以用自然光，可能4000K 的这样子。那间接光是有什么效果？放大吗？还是说整个家看起来比较温暖的感觉？它比较走气氛吧。有的人还是喜欢不要那么多的投射灯的感觉，他喜欢用氛围去诠释他自己的家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我要做间接光的话，是不是都一定要有木工去留那些地方？对，没错。好吧，那我还是要找木工。如果我家只要做一个隔间跟很少的柜子，这样会有设计师愿意接吗？会啊，付钱就会啊。
所以这样子少量会价钱比较高吗？是不会，但是就看设计师公司的规则去走吧。以上就是我这一次的新家开箱，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可以在底下留言，然后我会尽量如我设计师朋友回答你们。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或是分享给有新家装潢需求的朋友。那我们就下集影片见喽，拜拜。